贷款房子，房子里的东西我带不走，也不想带走。这以后你和你喜欢的人过你喜欢的生活啊，我不会过问吗？拜。儿子，你姐要买的房子，你帮她找好了人没有？叔啊，俺找上海了，俺找工作的活子全靠你了。陆佳，我是你大姨，公子村是中山医院的大夫，你在帮着找呢。爸，我们还好吧？我这边有点小问题，你要有空的话给我回个电话。嗨，我是Joanne，晚上有空吗？最近是怎么了？这日子过得好像有点不太像你，怎么连手机都关机了？我只好打到你的工作室去了。屋子把一些事情都会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我发现还真多呀，又是这个找，又是那个找，烦人。所以我就干脆我看他是等着你回去求他，继续做你的管家呗。那木子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处理，而且要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才可以。他以为我会焦头烂额，可是呢，在我看来，有些事情呢，他也有另外一种处理的方式，那就是不处理，事情也会过去。好，不错，挺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干脆什么都不要管了，出去玩玩，走一趟，散散心。哎呦，你这个提议让我眼睛为之一亮哦。How do you like Paris？ 巴黎。我们可以去一趟啊。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没有开玩笑。看看这是什么？我的机票都买好了，只要你 OK， 我们随时可以出发。你才刚当上主编，你走得了吗？我又不是李木子，我可以放手的。我要不当这个主编，我相信大把人想坐上主编这个位置的。就是我们这么一走的话，也许就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哦。是，去展开另外一种生活，也未尝不是个好事啊。而且我知道，我们两个向往、喜欢的那种生活，不是都一样的？你知道我向往的那种生活，但是，我知道，你不用急于现在就回复我呀，你可以好好考虑。反正这机票上是有效期的，如果过了这个有效期，我自然就知道你给我是什么答案了 ，right？ 10天，我相信10天足够，却让你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好，我知道了。好的。夏冰啊，那现场你盯紧点啊。总之，咱们要的是 Queen 的风格，不是 Beauty 的。主编，你放心吧，这里都交给我。啊。能带过来的玩具都给你带来了，还买了那么多新的呢。你看，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呀？是乌龟呀！啊，来抱着它。
你玩啊，妈妈一会儿好多事儿要做，你就乖乖的在这里啊。Rocky 啊，你看你爸爸想我们了。喂，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吗？好啊。挺好的呀，就是忙些。好就好。那个，我想听听 Rocky 的声音。你等等啊。你现在说吧。Rocky 啊，爸爸有好一段时间不能跟你见面了。爸爸要去巴黎，等爸爸回来的时候给你带好多好多礼物，好不好？哎，你刚刚说你要去哪？去巴黎？喂，洛天，喂。主编，Beauty 那边乔安可能后天来不了了。他故意不来吗？他说他明天要去巴黎。你一定会帮我的，是不是？可万一 Rocky 一哭，不就穿帮了？不会的 ，Rocky 不会哭的，他看见美女不会哭的。走吧，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Rocky 4点钟的课。他在哪个房间啊？啊，底楼，转右，正对的房间。啊。妈，有约会啊？约什么约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回来找一份文件。什么文件啊？昨天晚上打印的那个呀。要不我帮你找？不用了，找着了。打个电话回来给我，我给你送过去就好了。对。我怕你找不到嘛。OK。好。那我先走了。好。我送你。哎 ，Rocky 呢 ？Rocky 在楼下醒了，待会儿我带他去上课去。好。今天几点钟下课啊？6点啊，回到家大概差不多快7点了。等我回来吃饭哦。配上这个更好看。拜。拜。
穿帮吗？Rocky， 我们出去喽。Rocky。我刚刚下来没有看到 Rocky 在房间里面。你刚刚走的时候，那个门有没有锁好啊？是不是有人进来把 Rocky 给抱走了？你告诉我那个摄像头那个操作要怎么样操作？哎呦，洛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Rocky 跟我在一起啊，我不是回来把 Rocky 给接走的吗？我送他去上课呀。Rocky 跟你在一块儿？不是你刚刚你回来拿东西，你走的时候明明是一个人啊！我怎么了呀，洛天？你不是跟我说，你说你休息的不好吗？那我说我来把孩子接走，让你在家好好的睡一睡嘛，啊？好，在你那就好，在你那就好。哦。小艾，还没出门。今天碰不了面，家里出了点事儿。没有，就出了点事儿。现在好了，我今天不带 Rocky 去上课了，抱歉啊。好，抱歉。拜。我要是洛天，现在肯定已经被吓得半死了。这种办法，大概只有您想得出来了。其实这种办法也不是我的专利。Miss Deng 以前用过这样的方法赶走过他的竞争对手。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对洛天是不是好，但我对洛天还是有把握的。我相信他最终还是会明白，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他最终还会感激我的。其实夏冰啊，你只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是不违法的，你怎么做都 OK。目的最重要，过程不重要。我看今天过后，洛天和九安的事情就要被你摆平了。希望吧。其实这种事情啊，对付男人啊，要比对付女人容易得多。当男人觉得麻烦大于刺激的时候，他就会自己主动退出，你知道吧？其实这2天我连九安的名字提都没提，我都已经觉得，其实洛天已经是有点害怕自己再主动退出了。换做你，是不是大哭大闹一场了哈？我肯定已经离婚了。那是你的年纪，女人到了我这把年纪啊，想法就不一样的啦。到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对待婚姻的正确态度，只有一个，就是绝不离婚。否则只是亲者痛，仇者快。其实你围绕这4个字去想办法，一切都会像是沿途的风景一样，说过去就真的过去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别说他们现在只是吃吃饭，夏冰，你相信吗？要是被我真的是捉奸在床，我估计我还是会坚持这4个字，绝不离婚。我是不能理解，你说这2个人都不爱了，那还在一起干嘛呀？哎呦，
都有孩子了，还讲什么爱啊？可这跟孩子没关系啊。哎，每次邓来找过我了，我和周安啊，还真的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我们俩堪要合并，我们两人只能留一个做主编。啊，不会吧？主编，你要是需要帮忙的话，你一定告诉我。我妈帮我请了一个保姆，过几天就来上班了，我就有空了。谢谢你的好意啊。不过你现在一个家庭妇女，能帮我什么呀？你还是在家好好带孩子啊。要重点，要重一点。哎老公啊 ，Rocky 是越长越像你了。哦，这耳朵长得跟你的是一模一样的，啊，是不是？是不是像爸爸？是不是像爸爸？嗯。谁给你电话呀？这么晚？哦，那个广告吧。你现在是越来越不爱出息了哈。早教班呢很快就要到期了呀，咱们还严不严了？啊？不严了吧？我看你也不常去。相比早教中心那种封闭的环境，我想带 Rocky 到附近的公园活动就好了。哦。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不要了，不要了。哎，你这个毛衣啊，多少天没换了呀？你不爱出门，也不能不修边幅呀。给我回去洗了它。不能吃了啊，不能吃了。哦。反正也不见人，换了干什么？啊，不吃了，不吃了。哦。嗨。嗨。你不是在印度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因为不安全，所以提早回来了。昨天给你打电话，你又没接，所以只好在这里找你。对不起，我这里出了点问题。问题？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要让你跟我保持距离的话，It's so sad。我只能说，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太高估他了。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最近几乎没有跟我提起过你的名字。只是我想他应该知道我们走得比较近吧。这有问题吗？没有，当然没有啊。我们只是聊聊天，我们几乎连一顿正式的饭都没有吃过。你又常常带着 Rocky，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去酒吧喝酒。如果这样还算是问题的话，那我明白了，我就要告诉我自己，我要必须跟我的基金经理保持一定的距离。娟儿，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你误会了，我只是告诉你说，我现在出现这种问题，我没有责怪你。我们的关系其实你很清楚，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理由去好好处理和解释，甚至可以坚持自己交友的空间和权利。可是我现在并没有看到是这样，相反，我却觉得你很懦弱，很担惊受怕。
我真的不知道你怕什么。其实你没错，我也没错，只是猜忌的那个人错。别走！我承认是我的问题，我会找机会跟木子解释，但请你不要因此改变你对我的看法，至少不要影响我，我们现在我觉得这种美好的关系。OK。我真的很希望是这样，可是很抱歉，你真的让我输了。Oh my god！ 我理想中的男性朋友是一个有担当、会果断的人。I'm sorry。你好，浪先生，你的车已经洗好了，停车加油票我已经放在副座椅上了。好。去看看房子。上班了啊！等一下，怎么了？你过来一下，我有件事跟你说。什么事情？坐。什么事啊？这票你看一看。什么票？得看看那个日期，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你想说什么？就那天啊。那天我说的是我自己开车到浦东的，你说是你开车送我去的。我是9点半到了浦东，但这张打车票呢是9点钟上车，9点50分下车。想到什么没有？你哪来弄来这张票？百密一疏啊！我再让你看别的。是你打车到浦东，把我开去的车开去保养厂保养。是你带人回来把 Rocky 给抱走的。有人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把 Rocky 给抱走，是夏冰是不是？还有我的内裤，我洗好了，你又给我拿回盆儿。还有我列举出来很多那些事情。你制造这些事情。你就是要让我觉得我自己的精神错乱，是不是？那天我问你去哪儿，你跟我说，你去浦东约见一个客户。你约见的是久安。久安也是我的客户，而且是你介绍给我的。不错，那天我是去见他了，而且我再告诉你，昨天我也见了他。我们还聊了很久，但是我们没有你想象那种过分的关系。李木子，如果之前你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是为了要警告我的话，那我告诉你，你最好到此为止。哎，你不觉得你和久安之间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基金经理和客户的关系？我们在一起只是喝茶聊天，就到这里。喝茶聊天，哎呦！哎，你们认识才几天啊？怎么？
你是对我没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我说你九安没信心，不是没有男人没为她离婚。他说他不涉足别人幸福的婚姻。如果你担心的话，怎么？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婚姻够不上幸福2个字儿？我们有这么好的房子住，这么好的工作，那么好的车，我们想要旅行的时候，随时可以带着孩子去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们这样的婚姻还不叫幸福？请问什么样的婚姻叫幸福啊？你告诉我，你不要给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们之间聊什么嘛？你跟赵安啊？音乐、旅行、电影、诗，差不多吧。这些我也很感兴趣。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不也是经常聊的是这些吗？啊？可是现在当然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家里这么多的状况，我们自然不能老是聊那些东西嘛。我们聊的肯定是离不开孩子啊，家啊。这样吧，以后你要跟他约着在一起喝茶聊天，我一起去。我也很会聊的。下次再说。我来约他。我来约。你今天会不会穿的有点太隆重了？你们2个约着出来吃饭聊天，这家餐厅从来没来过呀？没有，我们都是到普通咖啡厅，咖啡而已。周安不是号称特别有品味的吗？这家餐厅都没来过哈。不过也是，他笑声太大，这里也不合适。Sorry, thank you. I'm sorry， 我迟到了，迟到好多。Oh my god， 陆子，你今天好漂亮啊！我不知道是这么隆重和正式的聚会。你看我一天都在棚里拍片，没来得及去换衣服，就这么来了。I'm so sorry about that。这颜色多好啊 ！Really？ 哦 ，Thank you。没事没事没事，反正我们又不是来看走秀的啊。这本来啊是一家老牌的上海西餐厅，去年啊转租给一个法国人和2个中国人，这3个人呢发誓要把这家餐厅做成是上海最正宗的法餐厅。看看这拼盘，特别 special。食材呀，他们都是从法国空运过来的。Really？ 看这个口感特别好，盐分不重。你其他地方都根本吃不到的，试试看。好，这里定位啊，提前1个礼拜。哇，没想到木子对这个餐厅这么熟悉和了解。这位小姐，玉川。哦 ，It's okay. This is. Thank you. 哎，乔安。哦，嗨。啊，不好意思，碰到熟人，去打个招呼。是。Excuse me. Hey, gorgeous, how are you? 哦，不要，我还要开车。真是个万人迷呀，到处都有熟人。Okay, no problem. Dessert smile, okay? 放电了，你看。我看刚才服务员好像跟他也挺熟的。你的意思他经常来这？不好意思，碰到一些熟客，当然要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嘛。熟客人？嗯哼。你的意思是 ？Oh my god！ 你该不会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吧？啊？
刚刚木子说，3个老板，1个法国人，2个中国人，你是？没错，2个中国人当中，其中1个就是我。bingo。不过我所占的股份是最少的，因为我有媒体的优势啊，所以可以为餐厅带来不错的生意。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你们2个谁也没有问起过我呀。再说了，现在投资一个餐厅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吧？哦，对了，在你那里的钱有不少都是这里赚的呢。Wow, that's incredible. 木子啊，没想到你对酒的选择这么有 taste， 这是我们这里卖的最 popular 的一个。哎，你说啊，这个上海啊，上万家的餐厅，那木子啊选来选去，他就选中了这家餐厅。说你们2个有没有缘啊？这当然有缘了，来，为我们的缘分 cheers！ 来 cheers！ 来。九爱，这不好意思啊，原本说好请你吃饭的，结果到最后变成你请我们吃饭了。哎呀，怎么还跟我那么客气？就给我这次机会吧，你们能来是我的荣幸。谢谢啊。别客气。怎么？哎 ，Thank you。对了，木子，这是你刚刚点过的酒，刚好还多1瓶，就带回去吧。哎呦，不用，家里好多酒，真的不用。没关系。对了，这个是我们可以打很多优惠折扣的 VIP 卡，希望你们以后多点来，也带你们的朋友来。我其实不大经常来这里，不需要。我收下啊。OK， 谢谢啊。哎，好吧，那今天就这样。来帮忙一下。好，谢谢你了。 Thank you. Oh, you're welcome. My pleasure. 谢谢。好，下周陪你见。 OK， 好，慢走，拜拜。味道还好吧？还会不会再去？你是不是心里在嘲笑我？觉得我又狠狠地输给了他一次，是不是？没有啊。餐厅是你自己选的，怎么能怪得了别人？再说这顿饭人家请客的，你何乐而不为呢？老是想跟人家去比这个比那个的，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的。哎，别人未必想跟你比啊。哎，我为什么不跟别人比，我非得跟他比呀？啊？因为我知道你会喜欢他，是不是？你难道不承认？木子啊，你知不知道结婚之前啊，你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就是你那份自信，那太有魅力了，还有那份潇洒。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没自信。我曾经也和他一样啊，自由、放松、潇洒、自信。后来因为我嫁给了你，给你生了孩子，我才变得这么紧张兮兮的。我紧张是因为我在乎你。我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男人啊，看到喜欢的女人，他都想怎么样。正因为你说你能够控制住自己，我就要相信你。就因为我明知道你会喜欢某个人，还要纵容你和他一起没完没了的吃饭聊天。我跟你讲，就是吃饭聊天，你为什么不相信呢？啊，你老是想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好好日子不过，找那么多烦恼，再这样下去啊，我跟你讲，你抑郁症就来了。我们不争吵了，好吧？我没有要跟你争吵。Rocky， 你爸爸妈妈没有在争吵，爸爸妈妈只是在讨论一个问题。你爸爸妈妈永远都不会争吵啊！我们不争吵了啊！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很快。你又打算怎么样？没有啊，不打算怎么样啊，不关你的事，我的问题我自己来处理。相信我们一定会过这个坎。哎呦，这本身就没什么好处理的，我告诉你，不争，那就是最强的竞争。你不是一直都抱怨我工作太忙，没时间陪你们吗？
今天我正式告诉 Miss Deng 了，我不打算出任新杂志主编的位子了，以后会有大把的时间陪你们。OK， 那送你的。你收拾行李啊？去哪儿啊？想到隔壁那个工作室啊，暂时住些日子。啊？什么意思？最近脑子有点乱，想让自己清静一下，让自己放空一下。为什么啊？为了Joanne？他找过你了，是不是？是啊，下午打电话给我，让我把他摆在我这边的基金都还给他。我已经还给他了，而且我还告诉他，让他不要理会你对他说的话。木子，真的说实在的，我有点受够了。这些日子你给我的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真的让我喘不过气来。你说要结婚，我答应；你说非要孩子，我也答应。多少次到医院里面用那种奇怪的方式受孕，我都配合了。孩子生下来之后，你说你要急着去上班，没时间带孩子 ，OK， 我来带，我都做了。在你的条件诱惑之下，把Joanne介绍给我认识，我接触了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可是，在你认为我已经越过了你的底线，现在你又一声令下，要我断绝所有的联系。木子，我是男人啊，我不是你的提线木偶，我有我做男人的尊严。如果你意识到的话，那就让我们先分开一段日子，给彼此一个互相喘息的机会，好吗？你是我老公，是我丈夫啊。我们结婚之后，这生孩子、带孩子，配合老婆安顿好自己的家，是你天经地义分内该做的事情啊。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和我在你有商有量的前提下进行着的，是不是？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逼迫你做的吗？没有吧？生孩子的痛苦经历，我都只字不提，但是吃药、打针、手术、受苦的是我的身体。因为你生了个大胖儿子，我也没见着你后悔莫及啊。你多少事情、多少问题都是我在帮你解决的啊！你的前妻、你的女儿、你的妈、你妈的亲戚、亲戚的亲戚、亲戚的朋友，多少事情，包括你的基金客户，谁在拉着呀？我帮你拉这个基金客户，不是为了提供给你用来调情、用来提高你自己的肾上腺激素的。我今天还把这个新杂志的主编位子给推了，为什么？为的就是我希望我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我们这个家孩子身上，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固，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健康的成长。我为这个家做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牺牲，你眼睛长这么大，你没看见啊？没有人要你牺牲的，没有。你看，现在你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啊。这叫稳固，这叫健康吗？我再告诉你，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你自己在想。好了，洛天，我们不要争了，好不好？我不跟你争，你也不要跟我争了。现在既然你这里提出有问题，你把问题说出来，我们冷静下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给找出来。最好的方法我已经想到了，那就是我搬出去，我暂时搬出去，我一个人。找回我们原来保持的那种距离感。晚上你带孩子，白天你就把他送到我那边来，我来带。我要是不同意呢？你今天回绝 Miss Deng， 还有回绝
当新杂志主编职位这个决定之前，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谢了。洛天，你是不是真的爱上周恩了？你要是真的爱他，你要放弃我 ，OK？ 但你老实跟我说，请你诚实告诉我。是，我是喜欢上他。你是喜欢上他了，但是我没有忘记，我手上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我也没忘记我对你的承诺。所以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到目前为止，我只是跟他吃饭、喝茶、聊天而已。洛天，你知道当时我选你做老公为什么？你和其他男人都不一样。我以为你已经是活了一把年纪了，该风流的早已经就风流过的了，你完全已经是可以做到一个成熟完美老公的阶段了呀。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刻你突然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洛天，你已经和你的女儿解释过一次为什么她爸爸会离开她的妈妈，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你真打算将来再跟你的儿子说一遍同样的故事吗？你这样做男人是不是也做得太失败了？我只是觉得一场婚姻几十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农业社会那样，这一辈子认识的人不超过100个人。我们要遇到的人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就谁能保证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再喜欢上新的相识呢？但是发乎情，止乎礼，所以我再告诉你一次，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对不起这个家的事情。止乎礼？周安她是个止乎礼的女人吗？她要是不止乎礼，你还能止乎礼？洛天，你是我的老公是个男人，你装柳下惠啊？你想好分居的后果？banana， 哎呀，又不要，哎呀，算了，我们不要了啊！哦，不吃了，不想吃啦啊！哦，来啦 ！OK， 玩吧，来啊 ！I love you。来了。哦，洛洛啊。你爸爸现在不在家，你有事找他？啊，我是来找阿姨你的。找我？进来。你月初就要去美国了啊？东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需要的？都蛮好的。临走之前，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哦，说呀。坐下说。我知道最近你跟爸爸的感情状况不太好。你最近和你爸爸联系的挺频繁啊？木子阿姨，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既然你们俩都已经分居了，那能不能在我走了以后，让我爸去陪我妈一段时间？陪你妈一段时间？你什么意思啊？妈妈被查出心脏不好，要做搭桥手术。可是我这一走，她要一个人面对手术啊、医院和各种问题。我承认，她是不好相处，但是作为她的女儿，我有义务
为他去争取那些原本就属于他的东西。什么叫原本就属于他的东西？你爸爸呀？那你不答应的话，我只好就去找我的爸爸，我求他让他帮我照顾妈妈，我不能让他一个人躺在医院里。洛洛，你妈妈生病，你爸爸知道吗？不知道，刚查出来。刚刚查出来啊？来，你回来坐下。你妈妈不会一个人躺在医院里的，我会帮你照顾她。什么？我会帮你妈妈找到最好的医院、最权威的医生，帮她做这个手术。所有的费用我也会承担，不用你妈操心啊。但我有一个条件，这件事情你不能让你爸爸知道。主编，哎，你怎么还没回家？马上。这里是夏冰助理参与过的一些话题讨论，还有一些专栏的项目，我们都找好了。也就是为了他加班的，不只是我，还有 Adele 和 Arena， 这是我们一起找的，他们才刚刚走。能够让你们几个都能为他加班加点，真的很不容易啊。其实夏冰不仅仅是长得好看，你会喜欢他的。好，我拭目以待。哦 ，sorry。你赶紧回家吧。主编，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喂。是我，今天晚上见吧。你在哪儿？我去找你。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好，谢谢啊。我妈说医院这一切都特别好，我想我应该说谢谢。明天24小时的护工就会开始照顾你妈的。我跟这儿的医生、护士都说了，你妈是我的表亲。所以他们都会多照顾她一点的，你就放心吧啊。哦，另外，我给你买了点东西，你国外会需要的。明天我给你快递。那我走的那天，我爸爸会来送我吗？会啊，当然。不过我知道，我妈的事情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她要是问起来，我就说她看到你在就先走了。谢谢你。谢谢你为了我妈妈做了这么多。露拉，等你妈病好了，我会想办法给她介绍个男朋友。哼，你就放心吧啊！你去美国好好读你的书。来，你回去看你妈吧。我走了。送你到电梯。不用，快去吧。那木子阿姨小心点啊！拜拜，再见。明天几点钟上班啊？几点上班？对我来讲没有点，我喜欢几点上就几点上，所以今天晚上喝到几点都 OK 哦。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可以喝酒聊天聊到天亮的朋友啊？很多人都这么以为。不过这些天，自从跟你断了联系之后，除了跟人家吃饭谈事情，礼节性的不得不喝点酒之外，
我真的连酒杯都没碰过。哦，所以，我能够拥有你这种可以喝酒聊天、相伴到天明的朋友的话 ，It's my pleasure, right? But you deserve it. 你知道吗？我还曾经跟一个常住在美国的朋友相约，各自在 New York 和上海飞到 Hawaii， 跟我们现在一样，找到一个房间，然后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喝的酒，一直到天亮，然后各自再飞回去上班。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叫什么？盖棉被，纯聊天儿。You're so funny 我，亏你想得出来。我。 Yes, you're so bad. Oh my God, you're so funny. 木子啊，我们。 妈妈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些事情呢？但你是10后，你应该会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向你发誓，就算我们是单亲家庭，就算我们没有很多钱，就算有时候我还是会掉眼泪，但妈妈还是会让你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健康快乐的长大。如果我做不到，你就罚我，罚我满脸长皱纹，身材变形，丑到不敢照镜子。这可是我罚过最赌的赌誓了。好了，妈妈要去奋发图强了。妈妈现在真的后悔，小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书，只顾谈恋爱，可不要向我学习了。
太早吧？我跟你讲啊，哎呦，蔡建国，你没弄早饭啊？蔡建国，你爸呢？他是不是下楼锻炼去了？不可能，他腰昨天扭伤了，他怎么锻炼啊？夏冰，会不会我昨天把话说重了，你爸想不开啊？不可能，我爸这么细密的人，不可能。不，那个我还是下楼去看看他。妈，其实你还是挺爱我爸的。想满满了？是，想我孙女儿了。你能不能让夏冰把满满带回来，让我看看？今天不是礼拜天吗？我在想，反正公司也没人上班，你要是在家闷得慌呢，我就带你上我们公司去转转。我上你们公司干嘛？玩啊！宝妈，宝妈，谁呀？宝妈，宝妈，快出来，出问题了！怎么了，李阿姨？我来他就躺这儿了。还好我今天去得早，要不然呢，你爸爸还不知道躺多久呢。宝宝，待会儿夏冰来了以后，你跟他好好说啊，不要急，急解决不了问题。你看你说的，元宝怎么可能着急呢？真正要着急的是夏冰。你想想看啊，没工作，没收入，他们家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再加上带着个孩子，你们一说离婚呢，哎，你还别说，要真离了，对你们家不好，真正不好的是对他们家。宝宝，夏冰虽然有个性，有任性，可他心不坏。你跟他好好说啊。元宝，听你妈的话啊！现在什么都别想，赶紧把夏冰劝回来。夏冰，我爸怎么着？里面在会诊，所以先不让进去。你爸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今天一大早躺在家门口了。行了，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元宝，你过来。我问你，那当着你妈还有夏冰我，你回答我，离婚是不是你提出来的？是因为上次他找不着夏冰和满满了，一时着急说的气话。小冰，医生，怎么样？我爸情况怎么样？他有可能是情绪过度紧张，加上最近休息不好而造成的。不过他的肝功能很不好，所以需要留院做进一步的观察。好的，谢谢。那我们可以进去看他了吗？可以。好，谢谢医生啊。那个夏冰来，跟我去看。夏冰，把满满留给我吧，我看着。夏冰，进来看你爸。宝宝啊，你到下面去买点东西上来给满满吃。一会儿你也进去，不管怎么样，是你丈人。元宝，你妈说的对。
水果，再买把花。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梁阿姨，不要离开他。我不离开，你快去吧。你这是被吓晕的。我一早说我的肝有问题了，现在又晕倒，也留院检查，不就是大问题吗？爸，你别担心，医生都说了，你晕倒是情绪问题造成的。我情绪正常的很。我到了元宝家，我一看时间太早，我就想在他家门口多待一会儿，等他们起床之后的我再敲门。这没想到这一等，这等到医院来了，这不是有毛病不是？你是有毛病啊你！哎，你去干什么来着？你去兴师问罪的，你干嘛？你以为你去请客吃饭呢？还等他们起来了以后再敲门啊？你不能直接敲门啊！砰砰砰你就敲，敲的楼上楼下的人都知道，就要让他们知道，看他们跟什么邻居住在一块儿。我不是去吵架的呀，我去跟他们算账的呀。哎，这两者有区别吗？有区别吗？我说的算账是真的去和你们算账，真的。我们把这女儿养大，得花多少钱啊？她这么久没上班，我们损失多少钱呢？还有啊，俺们将来会花我们多少钱啊？你说？再说，如果夏冰嫁的是别人，这以一个这个中等偏上的水平来算的话，我们损失多少钱呢？我必须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让他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呢。爸，我为什么能要钱？如果你们能够好好在一起的话，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你们现在年轻人呐，哎呀，为了争一口气，好了，说什么净身出户啊，说什么裸婚裸离。我告诉你，除非啊你是王石，否则的话，能要多少人要多少。他做错事情为什么不能负责？啊？哎呀，说的潇洒呀！你们年轻人啊，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告诉你，等面对这个风吹雨打的时候啊，人家就在那片雨伞下面乘凉了。行了，谁来了？谁啊？进来。哎，你来的好，我正想找你。喂，等，这个话不能再见啊，我敏感。哎，鲜奶我喝了也拉肚子。哎，水果我还不能吃啊。爸，我去给你办一下入院手续。你去见我，要不是我在你门口差点摔死，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不是，我妈最近不是也病了吗？离不开人啊。所以你说这一段确实是我没有经常去看你们，是我的问题啊。你有问题啊？你有很多问题。对，拿支笔，拿张纸，我写下来啊！我告诉你，重新估计一下自己，好多问题。这问题写什么写啊？元宝。你是不是觉着我们家夏冰跟你生了孩子，做了妈就定下来了？离了婚拖了个孩子就找不到好的了，是吧？小子，现在是什么年代啊？你以为是80年代呢？有危机感的不光是女人啊，你们男人也有危机感，尤其是你。我告诉你，离了婚妻离子散的也是你，到时候孤家寡人的也是你。你给我扯什么离婚啊你？你出去，你出去，你给我。你不是说离婚吗？你走。妈，哎呀，
为了满呢，我们始终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嘛，是不是？你以后就不要说什么如果这个夏冰离了婚之后带了孩子还能够找什么男人的，这种话不能再说。干什么？我说错了。别说夏冰，我告诉你，就算是我托个外孙女，我跟你离了，我照样能找个好的，你信不信吧你啊？我信，我信。哎呦，就能这样，我知道。轻一点。我去找人家算账去，算的自己一身的病。主编，你帮我打个电话给夏冰啊，哦不，用 Miss 邓的名义给他打，就约他今天下午到公司来谈关于他工作的事情。现在就打吗？对，就在这里打。不过要记住，现在公司的情况不适宜跟他多说，让他来就是了。好的。妈，手续都办好了啊。我下午有事儿出去一趟，能帮我照顾一下满满吗？可以，你去。爸，别想那么多了，多睡一会儿啊。能小点声啊，慢慢在睡觉。木子，如果你的离开和辞职是因为我和洛天的关系的话，我今天当着 Mr. 的面，我再重新说明一次，我和洛天的交往是再正常普通不过，我们是坐在一起聊天而已。难道你还想让我等到你们躺在一起聊天啊？两个都给我闭嘴！我现在听了半天，我是听明白了，原来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跟 Beauty 是完全无关的。我想告诉你们，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我一概不感兴趣。一个男人，两个女人，最混蛋、最不靠谱的，就是那个像缩头乌龟一样的男人。木子啊，一本杂志，他今天能办到这种程度，他倾注了你所有的青春。你要走，你要去别处工作，你这不是跟我赌气，你是什么？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可以继续放你的长假，让你去疗伤。我不同意你去那个杂志，当什么执行主编。对不起 ，Miss Dunn，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Joanne， 我把 Beauty 让给你做了，希望你好好做。你放心，我一定会把 Beauty 做得更好，不会让你失望。Beauty 不是天生好卖的，是因为有我。就像洛天今天能够得到你的注意力，也是因为有我。Beauty 是我一手做起来的，那么我也知道我怎么会把 Queen 从零开始做到销量第一。别在我面前提 Queen， 我告诉你，这才是一个自大惊狂的名字。他能跟我们的 Beauty 比 ？Beauty 永远是那么迷人，她永远是那么的优雅。不过 Beauty 取悦他人，所以其实容易随波逐流。但是 Queen 不一样 ，Queen 取悦自己，充满个性。我其实蛮有信心的。